这一支，那就一起试试看。不想高你太多。这个都录进去了吗？我现在也我现在也尽量不站在博君旁边了。对，因为我回去看的时候，博君完全身高正主啊。我刚刚差点就出来了。好，今天你们要帮我们介绍这一支厉害的，是娇兰3剑客的其中一支，对不对？叫做什么？遗产。遗产。对，又叫做传承。嗯，对。这个我们上次在顶楼的时候有录一支满堂红，对。后来Cindy才跟我讲说，这个是娇兰在被商业并购之前，最后的3个代表作，南香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这3支我们会做一个特辑，做一个介绍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手上拿到这一支叫做遗产，遗产有没有 heritage？ 对，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故事，或者是要跟观众朋友说一下的？特别的故事啊，它是第几代的？第4代嘛，哈。娇兰的第4代哦。他们是娇兰是一个香氛世家，对不对？他们已经传了4代了。对。其实应该是第5代吧。哇。这一支哪？这一支是第4代嘛，所以它其实它其实现在传的应该是第5代。哦，现在的对，线上的是第5代，对不对？对。哇。目前应该是第5代、第6代。OK， 那所以这一个调香师他年纪已经很大了，以遗产来说，他年纪应该蛮大的，但是爸爸的对了。OK， 好，那爸爸的遗产来讲一下，有没有拿过爸爸的遗产？还没有，爸爸还在。还在。我可以乱供。好，遗产，那在你们听到遗产跟列听过他的故事之前，你觉得遗产给你们什么样的感觉？传承。对，那传承是不是？我感觉传承应该是好像，很浓缩的人生的精华，好，然后一次把这个宝藏交给下一棒，这样感觉，应该是很有怀旧的味道。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，那你们觉得？不知道，我觉得因为我个人是喜好木质料，对，那可能这里会中哦。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偏向那种老旧的宝藏箱的那种感觉，很像打开的就是木箱，老旧的木箱，对之类的，或是皮革之类的。要从地底下挖出来，原来爸爸的藏宝图在这里。对。那博君觉得呢？因为听完这个故事，就是说介绍这个他后来被 LVMH 并购的进购的这个事情嘛，那可能我觉得他想要在这个时代的最后，就画下一个完整的句点，所以他想要把这个做一个最后的 ending， 是，然后把他所有一生浓缩的精华，就都交给了这一支 heritage， 对 ，OK， 传承下去，讲得相当好，好啊，那我们一起来试试看这个说的跟写的是不是一样，好不好？来试试看。好吧。帮我拿一拿。期待，好期待。对。也有一些设想说，因为3剑客是在他们被集团收购之前的最后，就是南香代表作三支之一。对。好。还蛮漂亮的哦。对。而且你看它这个盖子是木头的纹路，真的是木头哦。对，是真的木头。是不是那个罗碧也偷学它？蛮多，应该蛮多都学的。蛮多都学。经典。对。这边是凹进去的。对，而且它这个玻璃雕刻也蛮好的。精致的。后面也是。对，来试试看。好。那因为我们有现在的老板的 YouTube 已经登上了香水领域里面的我想要吃的前面几名了哦，所以有朋友跟我们说啊，老板你们闻到都是前调，都只有闻到前调，你的介绍只有前面，但事实上香水重要的是它的中后味，因为中后味是留的最久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录影呢。
会有前味，那大家说一次感受之后，我们要隔2个小时，是再来分享一下后味，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香水。就好像我说，认识一个人，不可以只认识他一开始看见的第一印象，一定要跟他相处过后，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。哇，那香水也是一样，我们不能只凭第一下喷出来就形容它，我们还要细细的品味，它陪我们2、3个小时之后什么感觉？有没有道理？它的辛辣木质调非常的gentle，我不会觉得它是刺激的，很舒服，很舒服。那觉得呢？你有闻到吗？以你男生会喜欢这一款？哇，可能要大声一点。我的话是还好，你还好。我会还好，可能是玩到那。哦，你还没到那个接老爸的遗产的年纪啦。对。可是我觉得好好闻，很好闻。我会喜欢男生觉得好闻哦。我觉得我会喜欢男生身上是这个味道的。这是一个很成熟的味道。就是很成熟贴肤的那种体香，可是它那个成熟又不会老，又不显老。一点点香味。对，属于那种雅痞。雅痞。还是什么？我觉得比较偏年纪大的雅痞耶。好。国俊觉得呢？我觉得它就是它让我想到上次我们拍的那只满堂红的感觉。哦。它其实真的是一个接续下来的，它比上次那一只再更粉质、更强烈一些。然后可以闻到它我可能觉得是薰衣草的那种尖锐的感觉，但是不会很刺，是很柔顺的，很柔顺的那种感觉。那这样的搭配方式啊，在香水里面是一个非常很有代表性的一种做法，它会让你显得就是很有绅士的那种气息，对，然后会让你觉得这个人非常有气质，对，然后穿着一个西装，那不管他，我们说你穿西装不限年纪嘛，对，他穿那个西装，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有一种浑然天成，然后你靠近他之后，你会觉得他有点距离感，然后你会觉得他很沉稳。OK。我觉得他瞬间让我想到一个电影明星，叫做英国的这个史恩康纳莱。我觉得这个味道很符合他这个年纪跟他给人家的感觉。就是 gentleman， 然后就是很有历练，是，然后也很成熟，对，优雅，就是英国绅士的感觉这样。那一支觉得嘞？我觉得啊，它一刚开始喷出来啊，就我脑海就直接出现一个画面，就是它的画面就是比较偏向是一个男生，然后他可能像是梳着油头，然后身上本来就喷洒一点古龙水之后，然后抽着雪茄的那种气氛，对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经典的男性的味道啦，很经典男性的味道。但是真的不得不说，它这一支啊，我觉得真的必须要正装，不是正装的话，你喷这支可能会很怪。了解，对，你连服装都帮我们形容出来。对，它真的要正装，因为它就是一个梳着，就是可能油头的头发的味道、雪茄的味道加古龙的味道混在一起之后的，就是男人味。对，说的非常好 ，Good，OK。那因为我们现在闻到的是前味，对不对？前味我们已经讲了9分钟了，那我们大概2个小时之后，现在是下班8点，6点半的时候。后段那个橡树苔的味道中和掉了本来会辛辣的那个感觉，所以你会觉得它的木质香调闻起来是优雅跟温暖，然后是舒服的，尖锐感觉不要退去。对。橡树苔所有有橡树苔的香品去细闻，它都会让那个木质香变得很舒服，然后很温暖。OK， 好啊，挺好。好，我们保留这个第一印象。好，你满没有？好，那我们这个2个小时之后再回来补拍一下。好，中后段，待会见。拜。2个小时过去的非常快。对。要再把大家集合起来，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为了
为了要跟前调做区别，所以中后调我就入镜了。好，那我们来，刚刚2个小时我们已经彼此互文过了吧，对不对？我觉得真的在每个人身上感觉真的不一样。我们先听那个没有入镜的超级小帮手，在你身上的后段感觉像什么？我中段味道没有留很久，就很快就到木质调。我觉得它就是橡树苔跟檀香还有琥珀，里面我可以隐约闻到中段的那个苦橙的味道，但是酸涩的感觉。因为我橡树苔那个木质香，真的闻起来就是很舒服。对，它就是很完整的呈现一个很 gentleman、很优雅，然后它是一个很平衡的香味。平衡的香味。OK。好，那 Cindy 觉得呢？在你身上？刚刚中段的时候，大概5分钟左右有苦橙，在我身上比较明显一点，苦橙叶带一点苦苦的味道。然后后面就越来越接近很温润的提香那种，就是应该是就是琥珀的，带一点微甜，不会就是综合掉前面比较刺激的那种味道，后面出来的味道比较温润顺滑一点。对 ，OK。吴军觉得嘞，2个小时过后在你身上，其实这个香调是我很喜欢的一种香调，就是非常有历史的熏台调啊。对，那这种味道啊，其实因为说真的，在亚洲会喜欢这个味道的人其实没有很多，就我所知道的话，因为它是一个阴暗潮湿的气息。那就像我们刚刚这个超级小帮手说的，它的后面尾端的橡木苔的这样一个味道嘛，对，它去延续它这个木质的那种氛围。那它从一开始有那样子叫酸涩尖锐的感觉，然后到慢慢接近贴到身体的那种体香的气息，就很像说你今天下了一场大雨，对，然后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雨已经渐渐停了，但外面还是有一点点的雾气。那你可能独自撑着伞，然后走在那样的环境中，你会觉得，心旷神怡、平稳的感觉，然后天空还是阴阴的，然后微微透出一点光进来那种感觉。OK， 不错，连天气都晴了。那一直觉得呢？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刚前面我是觉得它很像就是一个男子穿着西装，梳着油头，抽着雪茄的味道。现在这个味道呢，就是从雪茄变成在像是喝着 whisky 一样。对，就是，但是它是琥珀的甜的那种 whisky 的感觉啦。对，它就是比较偏甜一点的 whisky。是。对的感觉，然后再来是，它现在就是感觉像坐在皮椅上的感觉一样，就是变得非常沉稳，然后就是是已经近乎在休息的阶段的那种氛围。好，那我本来一开始喷的时候觉得它是这个梳着油头的史恩康纳兰，然后有气质的英国老绅士。那但是经过2个小时之后，我觉得它比较跟人比较接不上轨了，反而比较跟环境。很像从酒窖里面木头搭建的这个酒窖，它有微微的木头，像这个什么橡木桶啦，或者是说这个类似这样的木头的味道出来，在一个人身上，越来越舒服，越来越不油头，这是我觉得后调给他的感觉。真的有雪莉酒的香气，对不对？有雪莉酒的香气。最近有在喝有差好，这支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再来要介绍的，娇兰被并购之前的代表作3部曲，就是这个是什么？遗产。那它是3剑客其中之一，今天跟大家做完整的介绍，前中后调，希望你可以跟着我们的形容感受，因为真的每个人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都有他不一样的感受。那找找看，多听听看不同人，看看我们哪一个比较接近你，他可能讲出来会比较合适你，好不好？谢谢你收看，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好不好？我们下一支会是什么？满堂红，还有
遗产，还有什么香根草，叫做什么伟华哦，韦之华，哦伟之华，OK，伟华是我们的朋友，哦伟华是，对对伟之华，对他下午有来了，对，好 OK，好那就下次见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